那么柯建铭，你们这些国民党委员，给我注意，告诉你们，罢掉法律伺候，没有罢掉法律也要伺候。内乱罪，你们都内乱罪在立法院给我乱搞就是内乱罪刑法100条哪有废除？没有废除，只是把那个思想拿掉而已其他呢还是在的明文写在我国法律里面，这100条还在，只是修正了。在我当立委，在我在内政委员会，我们把它修正了，不罚思想犯，要罚行为犯以暴力什么实际去这个颠覆国土啦等等这个叛乱国家才有他说呢，虽然修正了，没有废除，所以呢，我在这里，我告诉你们，刑法100条是永远存在的，不要以为不存在。什么叫永远？现在存在，以后也不知道了那我要蓝白自己好好想想，好好看清楚这个法条长怎么样，再好好思考你们犯的罪行有哪些，我们抓起来关抓起来关现在已经关的差不多了柯文哲民进党主席也关了，国民党他们跟我讲说那个党工也抓的差不多了，国民党已经空了，各地已经差不多抓的差不多了书记长也抓了，什么副主委也抓了，有地方主委也抓了，他们早上跟我算说他们已经没有剩什么人了那这刑法100条叫内乱罪了那这个现在反正就刚讲以前是这个意图就不行，现在是呢要着手实施是不行的现在甚至要以强暴或胁迫着手实施着手实施你就随便小打小闹还不行这个用强暴胁迫逼得老审，你非要给我去叛变不可才可以那柯建铭现在要媒体说他现在要打这个赖清德把杂志打掉嘛，柯建铭现在要打杂志所以赖清德也不会让大法官你大法官你想遗世而独立不可能的，想要自己按照自己的这个意见法律见解不可能的大法官赖清德不会让你这样做的那另外呢，现在就说柯建铭要复辟刑法100条，什么意思办这些立委恶心的大人又来了你柯建铭在讲什么林主任柯建铭这个时候大罢免就是要少讲话，最好去大休息否则的话你越讲越糟你在这干嘛？你们到底要干嘛？看一下。这是有关于国家安全法令，当然这个修正没有废除。所以1992年刑法100条修正以后，加上除了意图以外，还要加上暴力胁迫。换句话说，你用暴力胁迫要叛变的话，当然是这是国家安全重要法益，当然有这个法一直存在到从92年存在到现在。我对于刑法100条相对对国民党的一个警示，是从去年讲到今年，因为蓝白仗着国会多数暴力，恣意妄为，匪宪乱政。老沈，刑法100条那时候你们很努力要把它废掉不，这个当年废除刑法100条，就是养红了很多当今这个民进党里头炙手可热的人物，现在还很红所以刑法100条没有废，但修了。但是对民进党来讲，这个就是不可以用、不可以动，非万不得已，这个是不能碰的东西。那柯建铭竟然说，罢免完以后我要用这个了。所以我们一直在想，柯建铭这1-2年来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为什么？你看他现在这个讲法是犯了民进党自己人的大忌王世坚不同意，林濁水也叫他要大休息，就说少废话了，不要再讲了。你觉得他有病吗？你觉得他因为想当我们觉得他有病，他每次讲完之后赖清德都去做了。你觉得他是想当立法院长吗？因为现在这个蓝白这边的讲法就是说成功了，那个韩国瑜就下来了就换成柯建铭。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不见得在这个最末1年他会去想要当立法院长。我觉得他这个讲法是非常奇怪的讲法，而且是害了民进党。而且我们说穷寇莫追嘛，如果国民党大罢免里头真成败成这个样子，我要请问将军了，如果国民党真的败成那个样子你觉得国民党会怎么样？垂头丧气、欲振乏力，还是要蠢蠢欲动？要用100条把你们抓起来？你觉得国民党会怎样？
你觉得国民党还可以反扑吗？如果大输的话，国民党会反扑吗？我觉得不会，但是他会作乱。但是他们说用刑法100条抓他们吗？这个也想不通，所以我猜了哈，我觉得柯建铭是老了，我们人变老以后，性格会变，想法会变，主张会变啊。有些人大部分人是什么都不变，就变成老人时代了。那我觉得他最近的所讲的、所作所为的，其实跟老化有关系。老沈这样想啊，如果这话不是柯建铭讲的，是傅昆萁讲的，傅昆萁不会讲这个。如果傅昆萁讲的，民进党会怎么讲？共产党叫他讲的，对，来捣乱台湾。习近平接受习近平的旨意，保证这样扣帽子，保证这样戴帽子。来，真宇。我觉得首先如果郑南榕先进，如果看到这样子的言论呢，我想他真的会从破幕而出了哦，真的是让人家会很 shock。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刑法100条，因为毕竟我并没有经过那个年代，但是据我了解是，当年刑法100条是维护国家安全，为了防止颠覆政权的行为而设立而存在的一个刑法。那现阶段我必须说柯建铭以他这1年来的作为，基本上柯建铭不会无的放矢，他一定会有所目的性的。大家回忆一下，从国会改革，他要复议释宪，包含到赖清德走向发动大罢免等等的，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那我个人认为，他今天把这个刑法100条丢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基本上温水煮青蛙，替赖清德他的威权复辟来去测风向。所以今天大家要注意啊，今天柯建铭他绝对以一个立法院的活字典，他不会莫名其妙放出这样的讯息。所以各位要小心啊，赖清德的威权实质一步一步在逼近我们正在民主发展的台湾。好了，我告诉各位啊，刑法100条，当时因为我在内政委员会了啊，我当过内政委员会召集委员，我们在审这个废除戒严啊，什么刑法100条这些都在里面。基本上以前是意图就有罪，思想犯，哦，我没有着手啊，那思想都不想一想都不行，哦，你想就是不行，所以那个时候才有所谓的白色恐怖嘛，哦，那事实上也是，你到绿岛去看，我每次到绿岛去看那个监狱，我都很心痛。很多那个高中生啊，老沈台南一中了什么，很多好学校的高中生，只是因为跟着老师参加一个读书会，就关起来10几20年呐。人的一生精华就这样关起来啊！你看那些人这样关起来，你就觉得说，怎么可以一个？所以我常常很反对一个政权因为政治原因去关别人。你可以政治原因去吵架、斗争然后竞选竞争都可以，因为政治把人家关起来是非常不好的，这有现世报的，不要久，现世就会报。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坏的，所以呢，你看到那些人那样子我现在就觉得替他们真的觉得心痛，知道？所以不能用思想去办人家的，那所以呢，后来才说好，那不能思想呢，但是还是不能颠覆国土啊，等等，所以用暴力胁迫行为，而且是暴力才有，所以。那天我看那个司法院那个大法官的提名人也说，这大概很难犯这个罪的啦。现在也很难有人去犯到这个罪。柯建铭就要办你们这些国民党委员，这是你搞什么鬼啊？去还是回来？好，那么曹新成他。这个从防卫总统府赖清德的防卫任期委员会的，他原来是顾问，名单突然消失了。奇怪，去哪里了？看没去啊。那原来有4个顾问：曹新成、释敬耀、霍守业、林敏雄。那释敬耀因为呢，他今年1月28号原籍了。曹新成就变成有3个顾问。那去哪里了？不见了那总统府说，所以大家发觉，人不见了。总统府证实说，他上个月向总统恳辞了。换句话说，今天已经7月，今天几号？11号了嘛。那换句话说，如果6月就不见了，这也曹新成在社会上也算是有知名度嘛。那当时聘他的时候很风光啊，敲锣打鼓啊，对不对？花轿啊，这个大花轿啊，这个不是这迎接啊，
那你现在只要讲个新闻都不讲话，是被新闻界发现了，去问总统府才说啊，对，他上个月肯辞了哦，肯辞，我非要辞不可哈。所以林涛就说，到底是为什么？是因为红色势力渗透，还是切割大罢免的责任？哦，现在看大罢免好像情况不是那么顺利了哈，所以呢，现在要切割还是怎样？哦，前2天还说赖清德呢，这个演讲的前4讲的确离题了，讲总统离题多大不敬啊！哦，那我们也不求赖清德能帮我们站台啦，只希望他能够怎样哈。这很奇怪啊。然后民党里面也有人说了，哦，潮派出来了哈，会不会将来像这个马斯克一样？哦，自己要搞一个新这个 American Party 美国党哦，哇，这会不会呢？尾巴咬狗，尾大不掉哦。他现在哇，这个声音比赖清德还大哦，钱也很多哦。然后呢，这个民进党那些这个罢免团体好像都为他马首是瞻哦。所以呢，这个黄阳明就说呢，会不会有到时候有一个潮派？哦，就像或是像以前那个什么三立海派一样哈，三立董事长原来一样哈，所以呢赖清德不会让他活太久，这是黄阳明说的了哈。到底真的假的？反正这个听听吧哈。曹兴诚说，我没有选总统的资格，我没有要选总统，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放弃过？因为他放弃过我们的国籍去加入新加坡籍哦，我捐钱，我忍辱。他忍了什么辱？他说在侮别人啊，入别人，他就入他自己，没有谁来入他。我支持大罢免，但是你们要担心，我不会选总统的，不会选总统。人家第一个选总统，当然就犯了赖清德大忌了。那你会搞个派系出来跟其他民进党立委抢呢，或是县市长呢？其他这些呢？哦，所以大家也这点，你不要以为只有选总统有机会啊，你其他人家还是会忌讳你的哦。那说担心潮派影响2026，你看县市长的提名都有可能，怎么不可能呢？哦，所以林右昌就说蓝白刻意放话，奇怪呢，蓝白也没叫他辞掉总统府任性委员会的顾问，对不对？那他怎么会辞呢？哦，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原来第5讲要讲外交，不讲了，本来第6讲要讲两岸，也因为风灾宣布取消了。哦，那到底是不讲了，还是延后了，还是呢稍微把它到时候内容修改一下，讲短一点呢？不知道，我们看一下。3位委员分别是联华电子曹兴诚创办人。去年总统赖清德首次召开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介绍顾问名单时，缺席的就有联电创办人曹兴诚，只是不到1年时间。打开官网，顾问名单内已不见曹兴诚的图像。总统府也证实，在6月底，曹兴诚向总统恳辞，并承诺会继续守护国家主权与安全。毕竟时间点真的有点敏感，在在野党眼里，是否要切割呢？会这样说，就是因为日前党内传闻，曹兴诚在大罢免中担任重要角色，可能会形成曹派，威胁其他派系。这个是蓝白刻意放话哈，有心人刻意要见缝插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它不攻自破。民进党秘书长夏湘力拼罢免，否认因为曹兴诚领导罢团，掌握话语权，面对熟悉第一线的党内立委帮忙驳斥。曹兴诚董事长他没有民进党党籍，那再加上呢，他对于这一个选举对于党派之争还有加入的派系都没有任何的兴趣，所以呢，他单纯就是为了要支援这个公民运动。强调曹兴诚就是先以大罢免为主轴，指赖总统原定12日要展开团结6讲，但以勘灾为由不办了。不过曹兴诚日前在脸书发文，指总统的演讲确实有离题，若是为了自持身份，任由在野扭曲事实、恶意诽谤，未免过度谦让。我觉得外界都不需要有过度的一些臆测，然后在大罢免氛围下，党内口径一致。好不好？乃基怎么看？这个曹先啊。这个他当时呢那么风光的任性委员会委员，然后呢今天呢总统府说是他主动请辞的，可是他既然是公民团体如此珍贵的资产，为什么赖总统不强力的慰留他呢？这样才合理啊！因为曹兴诚呢，他当时不是要来要加强大家的这个民防，所以不是说他要捐钱给黑熊学院吗？然后要大搞特搞，所以他才会变成防卫韧性委员会啊。所以既然他一辞了，他就让他辞了。所以说，我想大家就很清楚的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对于他到底是不是因为在中国大陆呢有红粉知己，然后呢做古董生意这些被人家揭出来之后呢，
所以他才辞掉这个委员会。我不知道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重要。就说他在中国大陆有多少的女朋友，好，或者是说他有赚古董的买卖啊，或这方面赚了多少钱，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今天他是去领导大罢免的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可是曹兴诚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当初呢会因为核建案的官司，好，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不耐这个官司，所以新加坡跟他交手了之后，他就放弃了中华民国国籍，去当新加坡人。这个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对国家的忠诚辩解的人，你今天怎么好意思去指着这个徐巧芯说你是中共同路人？你怎么好意思？你们这些的霸团呢，去指着王宏威说你是中共的什么地下党员？你们这些人脑筋清不清楚啊？曹兴诚他在之前的时候，他因为出来搞这个黑熊学院啊，搞这些东西的时候，然后对这个中国大陆政权啊，然后就极力的控诉。当时《金融时报》有访问他，然后呢，他就说，他1988年的时候到大陆去。那个时候，江泽民是上海市委书记嘛，啊，他说那时候这个中国呢，才刚刚这个改革开放，他觉得中国很可怜哈，所以呢，他们表现了很大的这个改革的这个诚意，所以他们觉得他要帮他。结果呢，没想到呢，1年之后呢，这个天安门事件就发生了，所以他就觉得他的手很脏。曹先生，你是觉得大家都是傻子吗？你的核建是什么时候投资的？你是在陈水扁上台之后，你们是在2002年的时候，核建半导体才成立，2003年的时候投产，1989年的天安民运，距离2002年、2003年多远的事情啊！你们当时去投资的时候，你不觉得手脏吗？所以怎么会什么话都由你来讲呢？而且他那时候呢大登广告。他大登广告就是在撇清他自己的责任嘛。可是他们核建的这个厂长，他们是有责任的耶，他们是真正的被起诉，然后真正的有遭受到这样司法的对待的。核建案到最后怎么收场的？是因为马英九上来了之后，然后两岸之间就是同意我们的成熟制程到这个中国大陆去投资，所以案子就结啦。我就不知道你曹先生你在想什么？你当时的时候为了核建案的官司缠身，你去当新加坡人，你后来是看上了什么呢？你是觉得台独是门好生意吗？所以你又回来愿意来当台湾人了吗？他在接受这个《自由时报》的访问吧，或者是说这个他们报道他活动的时候，他大罢免的下一步，他是要推什么制宪啦、证明啊、制宪啊、建国的。曹先生，你在之前的时候口口声声说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你为什么不去问一下你的赖清德呢？那为什么赖清德现在还要披着中华民国派的外衣呢？你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事情？你们干的是什么事情呢？蓝将军，其实曹兴诚真的不值得占我们这个优质节目的版面了。这个人的水准呢，刚刚乃金讲的很多了。我说他现在跟民进党的关系，我们从历朝历代的国家战略层级的权斗来看，民进党发现大罢免可能会有失败的几率，断尾求生。第二个，他因为用钱把公民团体养大了，这些小弟们不管北中南的都听他的，凭什么？哥哥给钱，你要什么来，我给你。你要做活动、做板子、花钱请吃饭，都是我。那这些人就会形成过去的海派。海派形成是因为有媒体的影响力，而不只是钱。那今天曹派用钱加上山活的这些青鸟们，然后已经让民进党很多大派系，尤其我知道过去的同事，立法院这些民进党的立委，也有几个我们还可以说说话的，对我们曹兄非常不满。你声音大的比我们中常会还大，你谁呀你？批评赖清德，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我们这个活动你们谁没来，你还点将啊？
所以曹新成这个尾巴咬狗对民进党的几个派系是有很大的伤害，他们非常不爽。所以赖清德的个性，他非常的阴沉。你看他的台南市可以200多天不去，就是哥哥我不爽，我就不去。你全世界骂我，我就是不去。今天曹新成当老大了，不可以。赖清德首相，我好不容易在蔡英文手上拿到老大了，你今天跑出来一个公民团体的老大，绿营民众的老大，你不是功高震主吗？所以曹新成这个人大概没有下一步了。他是不是被请辞？6月份辞，在大罢免这么重要的关键人物，这时候公布干嘛？就算他请辞了，你不要公布，压到726之后再公布，可不可以？为什么公布？一定有他的盘算嘛。老沈怎么看？我的看法有一点不太一样。请说。因为现在是民团为主干的这个大罢免，达到风风火火最顶尖的时刻，而这个民团的代表顶尖人物、指标人物曹新成，这个时候辞掉这个位置，这是非常耐人寻味。而且这个位置是所谓任性委员会的顾问，这个是曹新成跟官方唯一的连结。你觉得以曹新成的性格会主动请辞吗？我觉得不会，不会。这个是压力来自总统府。那你觉得总统会亲口说：“老曹，说明白哦，我看你死的较好，没歹看。”也不会。我觉得他不会自己讲，他会透过老曹会认为值得信赖的、可靠的管道接到总统的意思。而且这个话一定讲得很重，那大家猜的说是因为怕他尾调不掉啦，没有办法管教啦，将来自成潮派啦，将来会变成很嚣张。我觉得恐怕都不是，因为这些如果是原因之一的话，不需要在这个时候爆发。我觉得总统一定觉得说，剩下的2-3个礼拜里头啊。一定，如果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负面的消息爆发，对这个罢免运动会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伤害。所以，曹公啊，这款代志不是开玩笑的。你自己想想看，有没有这些事情？有的话爆发来的话，没有人能够收拾的。你回去自己想想看，不用想就辞了。续下再回来。好，那么蒋万安早晚都陪王宏威拜票，为什么？那是他原来的选区，蒋万安这个选区选出来的立委啊，王宏威去接的啊，而且王宏威去也是因为蒋万安这个当选市长了，所以王宏威去接啊，所以呢，这也是蒋万安的本命区域哦。蒋万安说，我自己对中山区是有感情的。王宏威的问政跟服务是有目共睹的啊，王宏威真的很认真，在立法问政也都这个你比嘛，他真的是不错的了啊。当议员的时候也做得很好哈。那所以呢，蒋万安替王宏威告急，回访本命区哦。所以蒋万安说赖清德侵蚀台湾的民主哦，我真的这样觉得哦。就是说呢，民进党现在在喊大变门，叫做抗中保台。我告诉你，抗中不能保台的，抗中保什么台啊？哦。他们常说你主张什么？我告诉我主张什么？我反共反台独，5个字，反共，共产制度为反，台独为反。这对台湾，你在台湾你就好好安身立命。什么能够保台湾？民主保台湾，不是反共保台湾。台湾要靠更大的民主哦，然后呢，让大家看说为什么哦？因为大陆可以跟人民讲啊，说美国实施民主，英国实施民主不一样，因为民族性不同，文化不同，怎么讲台湾？台湾如果民主能够实施的成功，对大陆是一个号召啊！我们以前常常自己说，我们是民主的灯塔，民主灯塔是这样，立委选1年就给他罢免掉，大陆人怎么看你台湾啊？笑死了！民主是这样啊，好不容易选完1年就罢掉，然后罢掉以后呢，如果被真的罢成，再选1次，1年多选3次，哎，这叫民主吗？全世界有这样的民主吗？所以你台湾真的，你真的要跟大陆有对比，就是我们民主做得好。台湾人喜欢我们的制度，大陆人也向往我们的制度，这个对台湾、对全世界的华人都是一个号召嘛。你现在搞这是民主吗？
天民众党主席已经被抓关了快1年了，11个月了，10个月了。国民党的党工也都抓光光了，每个党部他本来没有多少人，现在都关了，收的收，这个压的压，搞什么？民主可以这样干？哦，他就这样干，然后怎样？哦，所以呢，你认为赖清德搞这个罢免是民主，根本就是反民主嘛？全世界能罢国会议员的只有2个国家，一个叫做英国，一个叫中华民国，其他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罢免国会议员的。英国罢国会议员还有条件的，比如说被纪律委员会处罚，这个驱逐，或者他犯法了，哦不是随便就可以把这个议员拿去罢免，你要有这些条件才能罢免。美国是不能罢国会议员的，日本也是不能罢国会议员的，国会议员没有权利嘛，国会议员就一个嘴嘛，对不对？没有行政权嘛，你怎么罢他呢？哦，所以我是觉得根本就违反民主，所以呢，蒋万安轰赖清德侵蚀台湾民主，我真的是觉得这样，你是叫民主啊？民主是这样搞的吗？嘴巴喊民主，做的是民主的事情吗？好吧，那现在呢，民进党说锁定罢免国民党8+2席委员，哦，民进党跟罢团现在已经联手了，也不演了，说要吹破50%投票率，哦，因为他们认为50%里面呢，他们起码有2成5就罢掉了，哦，那另外呢？礼拜6哦，就是明天晚上哦，那在台中哦，这个卢秀燕哦，韩国瑜哦都会去哦，我也会去哦，这是我们战斗蓝办的了哈，在原来是在那个糖厂的对面，帝国糖厂的对面，就下雨，那里面现在泥泞一片哦，所以是怎么去呢？所以赶快临时换到哦这个洲际这个迷你蛋哦，洲际迷你蛋一个小的室内的球场了。哦，换到一个大概也可以容纳7-8千人哈、哦。那为什么7月10号明天要办？因为罢团也在那边办，罢团的精锐，他们的精锐领导进出，罢团在办，在那边1个宫里办。哦，所以呢，你办我也办了，大家来变哦，来变看了哦。所以呢，这个明天因为说改过一次地点了啊、哦，现在在那个洲际迷你蛋了哈、哦。那本来韩国瑜是没有办法来的，但是秦商他特别来，所以韩国瑜6点，他6点10分要走，要赶到桃园涂权己，这些人是赶来赶去了哈。所以呢，这个现在就是罢团也在动员哦。赖清德本来要正式去演讲，你说他们都安排好，赖清德明天原来要去台中商会，就在这个时候演讲，傍晚演讲临时取消了。哦，他的理由就是风灾啊什么，要取消了。哦，他原来呢在高雄狮子会。要办这个外交哦，也是本来他6点讲，我第2天已经邀好了这一些外交专家哦，要前外交官要批判他的，然后呢说因为下雨取消了，我以为狮子会取消了，因为可能怕会员来淋雨，狮子会照办，而且牌子还挂着赖清德的演讲，他不去了哦，派了那潘慕安去，然后呢明天在这个台中商会人家都发通知了，他这个赖清德又不去了哈。好吧，这个黄国昌也挺台中，明天黄国昌也会去哈。3个国民党委员哦，他的这个影片曝光了，他说我们不是杂质，我们很优秀。好，我们看一下。台北市长蒋万安在一早呢，就来帮国民党立委王宏威站台来站路口拜票。那么蒋万安也喊出了，因为其实这里啊本来就是他原本在立委选区，所以呢他刚刚也提到他非常熟悉这个地方。因为中山区是我从小成长的地方，我现在也住中山区，所以对中山区当然非常有感情。大家在去年选出王宏威担任我们的立法委员，我感到非常的骄傲。这段期间，我看到宏威委员非常的认真，非常的用心。他不管是为中山区各项的服务还有建设，只要牵涉到包括中央经济部、台电、国产署或者国防部，其实他都会亲力亲为办理许多的会勘。这么优秀的立委，今天民进党要来罢免他，真的是没有道理。7月26一定要站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不要让这么优秀的立委王宏威孤军奋战。好吧，这宜珍怎么看？就像刚刚赵先生讲的吼，这个月大家都非常非常忙吼，本来还想说这个我们新北市议会就是7月初的时候休会，我们应该比较有空，可以开始准备一些议案啊等等的，或者说喘一口气。没想到呢，就因为这个726这个罢免投票日，变得大家都很忙。我今天早上才去帮这个立委廖先祥站路口吼，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个反对罢免方大家就开始大集结吼，各个地方大家跑来跑去，但这个罢免方的气势呢，反而是逐渐的消散。有这个曹新成连这个任性
委员会的顾问都辞掉了。还有呢，大家也不断的去看到这个从花莲出发的这个大绕境到底有多少人啊？已经有这个粉丝专页已经曝光说，根本没有多少人，而且就连这个线上直播也没有多少人在看。那但是呢，这个民进党却非常的积极，有够积极在推动这个所谓的大罢免。现在最积极的是谁呢？这个以往选输国民党立委的这些立委的落选人啊，要不然就是想要参加补选的啊，我就看到好多新北市的这个民进党议员全部都去排班站路口啊，然后名单一摊开来看，全部都是可能要这个针对所谓的补选去投入的。之前呢，这些民进党的议员甚至还传出说，我们这个联署呢，他们要把自己的这个庄脚名单给交出来。而且就像刚刚赵先生说的其实现在国民党真的很辛苦，因为非常多人都被抓走了。昨天我才听到又羁押了我们一个中央党部的党工。最近很多国民党要办场啊，或是很多一些地方组织要办场，真的很辛苦，因为我们很多一些组织动员的人都被抓走了，无故被关在里面。但是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土城这个家暴男就可以无保请回，但是国民党这一些一点点小罪就全部被羁押在里面。但最近也有很多，包含像国民党最近爆红的一支 CF， 大概才32秒，跟这个打麻将有关去影射有一位中分头的西装男，结果呢引起了这个 PTT 爆文、吹疯传然后这个 YouTuber 百灵果也转传，就说哎呦这个反罢免的这个广告很赞哦，很有梗哦。但是绿营却说这个台湾的仇恨罢免是从陈柏惟开始，拜托，明明就是从这个韩国瑜开始的，这个全国史无前例的无差别罢免，根本就是全球旷古绝今的一件事情。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不止明天台中有场，我也看到713礼拜天的时候，其实大大小小的场也非常非常多。下个礼拜我们新北市7月19号。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场，就在板桥体育场。那现在非常多委员、议员，尽管休会，但都是平常站路口、周末菜市场，然后办很多的政策说明会、草街拜票。非常希望大家726就是要出来投票，不同意罢免。接下来再回来，立法院不要去。好，那么现金1万到底要不要普发？引起大家蛮大的瞩目。为什么会有这个1万呢？因为呢，去年这个税呢超增了5000多亿，所以他们说5000多亿，你一个人1万2300万人，连刚出生的 baby 2300亿嘛，2300亿还不到一半呢，所以就来发嘛，而且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电费要涨啊，对不对？问了台电立法院委员问了，说我给你1000亿，是不是你能够不涨？不行，不能回答，它还是要涨嘛。过去已经涨了3次3000亿了，它还涨了4次电价，因为它是个无底洞嘛。它哪里是因为给它这个补助1000亿，就台电的资本都快赔光了，那个核市场的3000亿还不敢打消，明明已经不行了，他不敢从账上打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你给他1000亿也没用啊，你是能源政策的问题嘛。你能源甚至不改，光这边补，你是个无底洞嘛。台电原来每年赚好几百亿的，现在是每年赔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啊！所以这个国民党意思是说呢，台电1000亿不补，除非你民进党改能源政策。那这是一个呢。第二个呢，这个你这个2300万一个人1万块2300亿，这要通过。那朱立伦呢，昨天好死不死讲了一个说我们各退一步。你退什么？民进党退过吗？民进党什么时候给你退过呢？民进党你现在立法院占多数的时候，对你国民党是碾压，什么时候让过你一步？半步也没退过，0.1步也没退过。所以呢，哇，基层反弹了。那个王浅秋在中广早上主持节目骂了一顿以后，抖内钱一直进来，很多知识都进来抖内了。他下节目跟我讲，哇，好多抖内，为什么他恨死了？你在讲什么话？对吧？而且你国民党讲了半天，讲了那么久，说台电这个事情是政策问题，不是在乎那1000亿。但是政策你要写检讨，你完全不检讨政策，对不对？就给他戴帽子。你们不过1000，我就涨你们电价；不过1000，我就涨你们电价。那给你1000，你不涨电价吗？我不敢讲。那刚刚立法院刚刚表决了52-45，因为国民党今天有52个人在现场，民进党很奇怪啊，民进党50个立委啊，只有45个在现场啊，那不是奇怪吗？民进党没有一个被罢免了，那就是勘灾。那国民党没有要勘灾吗？也有啊，对不对？云林啊，什么家也有不分区的也有啊，台南也有啊。
哦，所以民进党可能有些人也觉得不太想去挡哦，因为国民党很简单的，到大罢免就讲了，你们如果大罢免成功，1万块就没有了啦。你衡量看，你一家4口就4万块，你要不要？而且你民进党讲什么？你现在讲，好像道德很高尚。3倍券不是你发的吗？5倍券不是你发的吗？6000块不是你发的吗？你以前为什么能发呢？怎么现在人家发就不可以了呢？哦，什么就影响什么韧性，影响什么国防？你韧性国防，你照编你的预算嘛，2300亿是另外一回事嘛。所以呢，我昨天在本节目讲，我说当然要发嘛，还拖什么？这样昨天好几个立委这边，我说一定要坚持啦，不能再拖。哦，就这么简单。我们看一下。蓝绿双输一场，打嘴炮比分贝，朝野表决议程，其他委员也闹成一团。请大家保持异常肃静，好不好？拜托，保持一下，好不好？有意。风纪股长韩国瑜出手管秩序，民进党团说什么都要挡，因为国民党团确定处理普发1万现金。抢登记发言，看来特别条例草案通过前得经过一番冗长发言，而国民党团会决定要冲普发现金，全部人花1.5小时讨论4大剧本：一是政院的4100亿加上2300亿普发现金；2是搁置补助台电1000亿。3照党团版本4100亿，4暂缓不处理，最终拍板第2版特别条例金额达5400亿。能不能不涨电价？好，要得到确实明确的声音，让全国人民知道以后，我们再来决定是不是要拨补台电。但到底要普发1万还是6000，蓝白各自版本始终瞧不拢，唯一共识先拒绝拨补台电。民众党有自己的看法，彼此的尊重。只是卓贵前一天就表态，若政院的特别条例草案要加上普发现金2300亿，就得举债，在治理国家上相当矛盾。他要守住2300亿发现金发好发满，用发钱来救罢免，而且是用借钱来救罢免。最起码大罢免前，蓝营能兑现政见，只是政院会不会顽强抵抗，又会是两码子事。好，那么现在普发现金呢？因为表决通过了哈，那台电拨补没有，国土韧性1500亿是给他的哦，就是好吧，你韧性。而且我认为将来救灾啊，或是会因为汇率啊，因为这个关税，然后造成的中小企业损失，该给的还是要给人家了哈。来，老沈怎么看？是这样哦，讲到钱啊，万恶之源都是来自钱，哦，所有政客人物如果有什么 scandal 什么弊案，也都是钱，啊，今天等要不要结的也是钱，但是哦，如果说要不要发，大部分的政客不管男女都说要发，你得罪不起的，所以呢，我们要讨论为什么有这些钱，你要发得到，你不要急，我要讲道理的，这些钱哦，不管是补贴台电，不管是发给人民，都是什么钱？你虽然说是税收盈余，那你不发这些钱可以用在别的啊，所以基本上这些钱是未来下一代子孙的负债，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容许台电那个涨价，那个是使用者付费啊，所以这些钱哦，我认为国民党现在很高兴，我要涨价，民进党啊反对也不对，不反对也不是，好像这个是我赢了，不见得。你今天通过这个发钱了，不见得有票。我赞成什么？我赞成发钱，但是让台电涨价。那你觉得民进党的能源政策要不要改？你说什么？民进党的能源政策对不对？当然要。不，那当然不对，你不要扯那么远了。当然不是扯那么远，当然是那根本是连带关系的嘛。我认为发钱，台电涨价。这样然后够清楚吧？改变能源政策，你要加这一点就可以了。来，郑宇。基本上能源政策本来就该改，同时间呢还税于民，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来，乃菁。国民党终于像样一次了哈，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在这种民意。